我出身武将世家，父母是赫赫有名的镇国大将，战死沙场后，先皇许我赐婚圣旨，我可以在及笄礼后挑选天府下最好的男子立为相国，对方不得拒绝。而我后来便选中了我年少喜欢的姜望周。只因姜望周曾2次舍命救我，让我误以为他也喜欢我。可直到姜望周的白月光顾婉河服毒身死，他认为是我害死了顾婉河，从此恨我入骨。婚后10年，我被姜望周冷落了10年。可当大火燃烧的房梁砸向我时，他却为了救我而死。常伴笑与泪。宋之雪，如果这辈子没有遇到你，该有多好！不要！姜望周，姜望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就是啊，真是造孽的样子，丧门星啊！这是丧门星，这人就是丧门星，真是个丧门星，就是丧门星啊！广州救了你3次，为什么你永远只会给他带来灾祸？丧门星啊！这是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？的样子就是个丧门星，真后悔，不是呢，望州娶了你呀！真后悔，望州娶了你，娶了你这个丧门星，真是造孽，丧门星啊！这是。所有人都后悔姜望周娶了我，我也后悔。老天爷，让我回到10年前吧，这样我才能唤醒姜望周的救命之恩，跟他从此一刀两断。宋之雪，你可真厉害啊，竟能让我爹娘以死相逼，非要我娶你。这是姜望周的声音。你以为你逼迫我娶了你，就能得到幸福吗？红衣术神，眉眼不济，这是18岁的姜望周，我果真回到了10年前。宋之雪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少在我这装深情，我看着恶心。姜望周，你不想娶我，是因为你真正想娶的人是顾婉河，对吗？是又如何？难不成你会成全我跟婉河吗？我会。宋之雪，你现在是拿我当傻子骗吗？你用皇上的赐婚圣旨压我，我爹娘也逼着我娶你，我们成婚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你现在说你会成全我，你怎么成全？这赐婚圣旨上没有写任何人的名字，也就是我可以为任何人求一道赐婚圣旨。姜望周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有办法。够了，我不想跟你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游戏。赐婚圣旨你自己送进宫吧，我在这等你。姜望周，成全你也是拯救我，我会如你所愿的。前世姜望周
舍命救我的前2次，太医都宣布他无药可医了。是我找到一位得道高僧，用虔诚打动了他，才换来江望州2次重生的机会。而在江望州第3次为救我而死后，我再次找到了高僧。求大师再救小女相公江望州重生一次。孽缘啊！京师摘星楼布有逆转时光大阵，献祭生命运转。你死可以换他活，但是那样你们都会重生回10年前，他会忘记这10年的事情，你也不再是他的妻子。你确定要这样吗？我确定。重生后，你需在12个时辰内完成他的3个遗憾，完成后立即离开，不复相见。那样他不会再因你死在30岁，你们的余生各有归宿。你还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阿弥陀佛。10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江望州还没有娶我，顾婉和也没有死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臣女宋之雪恳请皇上赐婚江望州和顾婉和。臣女宋之雪恳请皇上赐婚江望州和顾婉和。知雪，快快平身。朕没听错吧？你竟然要朕赐婚江望州和顾婉和？先前你不是还说江望州曾2次舍命救你，待你及笄之时，朕再给你们赐婚。陛下，婚姻是勉强不来的。我后悔当初与宋之雪成婚，我后悔当初没有反抗爹娘的安排，我后悔当初没能救下婉和。臣女认为，若想要报恩，与其嫁给江望州，倒不如遂了其心愿，以免他终身遗憾。那江家昔日是宋家的下属，论出身门第，江望州根本配不上你。父皇在世时，对于你的夫婿，父皇和太后早就有意中人选。知雪，你要不再考虑一下那位为你守了多年的青灯古佛？臣女无意儿女私情，只想继承父母遗愿，永驻边关，保我大雍盛世。求陛下成全。罢了，你的决定，朕支持。拿去吧。谢陛下。唉，真是可怜我儿凌霄了。
知道宋家有灭门之灾，却还要以身入局，只为护住知雪。好好的一个王爷，却要在竹林中苦修10年，可知雪却对他无益呀。我相信知雪会有意中人的。江望州一生有3个遗憾，如今这第1个遗憾算是圆满。这是陛下亲笔赐婚圣旨，切记收好。你就这么得意？以为靠圣旨就能拿捏住我了吗？明日再看吧，会有惊喜。无趣！哼，今日看明日看，不都是跟你成婚吗？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难不成想到要跟我成婚，高兴疯了？我确实高兴，因为我终于再见到了活着的你了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好心成全我跟婉和？你这副得意的样子，真让我感到恶心。我不是得意，我只是高兴，因为你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，能嫁给你的人一定很幸福。回府。还好我重活一世了，知道他不是害羞走的，而是因为不喜欢我才走的。听说今晚月老临世，登摘星楼上能看到100年难一遇的流星，相传能一起看的夫妻都能相爱相守3生3世呢。那我得赶紧回家，我要和阿哥一起去摘星楼观星。望州哥哥，你今天晚上陪我一起去摘星楼观星好不好？大家都说今晚一起去看的夫妻能相爱相守3生3世呢。你缠着我1世还不够，你还要缠着我3生3世？什么流星传言，根本就是骗人的荒唐把戏。你一个人上当也就够了，别扯上我。哼！松手！哪怕都重生了，我还是忘不了江望州那一刻的冰冷眼神。你也想去？今晚我可以陪你去摘星楼观星，毕竟成婚之后我没空陪你回门祭拜你爹娘，观星就当做是赔礼吧。他还是跟上一世一样，嘴上毒，心里软。明明不爱我，却竭力护着我，顾着我。今日过后，我俩再无缘分，哪怕是一起看100年一遇的流星，我们也不会像传言那样长相厮守了。好啊，今晚我们一起去看流星。好啊，今晚我们一起去看流星。你怎么驾车的？公子恕罪，是顾小姐的丫鬟突然拦车。江公子，我家小姐昨夜梦魇，如今心悸难忍，还请您过去看看呢。婉和不是，我要去看看。你先回府，晚上摘星楼见。求宋小姐垂怜，我家小姐虽与江公子青梅竹马，但从未有过僭越。如果不是这次犯了心悸的毛病，眼看就要出人命了，是绝对不敢来打扰2位的。还请宋小姐不要记恨我家小姐。那马车上的是宋将军府上的千金吧？是啊，这位宋小姐仗着父母战功，找皇上要了赐婚圣旨，硬要嫁给江公子。只是可惜了那顾府小姐原本与江公子两情相悦的。宋将军夫妻生前是我大雍的护国功臣，还是以身殉国的大英雄呢？怎么就生下这么一个狠毒的女儿啊？我有说我不同意吗？莫非宋小姐允许江公子去看我家小姐了？当然。
宋之雪，你以前不是最介意我去找婉和吗？怎么现在突然转性了？我说我变好了，你信吗？一个字也不会信。你是想着我们马上就要成婚了，所以婉和已经对你构不成威胁了，所以才当着百姓的面假意答应，以此来维护将门善女的面子吧。去，哼！江望舟，前世也好，今生也罢，我一开始并未阻止你对顾婉和的偏爱，直到我发现他的不检。二位客官请稍等，马上就来啊。好，三位客官，楼上请，楼上请，马上来啊。掌柜的，我店的烤鸭和老酒可是备好了。您看，早就给您备好了。吏部侍郎，户部主簿，顾婉和怎么会跟他们走在一起？宋小姐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顾小姐可是京城有名的交际花，尤其是这二位大人，更是经常带着贵重礼物深夜敲开顾小姐的闺门呢。什么？此言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上次我们家店小二给顾府送烤鸭的时候，亲眼看见的。哎呀，那可是好大一张床啊。顾婉和这般不清白，不能让望舟再跟他过多交集了，免得污了名声，影响了前程。小姐，张公子走了，您回府吗？去官府，我要去办出城文书。啊，小姐，你要出城？这万万不可呀！现在外面兵荒马乱，倭寇横行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那我更要出去了。那些倭寇总要有人杀的吧？别忘了，我们宋家可是将门世家。走吧。是。前世顾婉和的死，怕是也跟他如此混乱的男女关系有关。可惜江望舟却一无所知，还在顾婉和死后恨了我10年。这一世，我就不拦着江望舟了。我宁可看着他被顾婉和玩弄，也不希望他为我而死。宋小姐，谢令大人，有劳了。江望舟，我这一走便永镇边疆，再也不回，你我再也不见。宋小姐不愧是将门虎女啊，在我大雍内忧外患之际，仍愿舍身出城，保我大雍百姓平安。唉，老朽自愧不如啊。文能治国，武能安邦，你我各有所长。宋小姐保重。哦，知雪回来了，快坐下吃饭。知雪，你伯母一大早就开始忙活，她亲自下厨，做的可都是你爱吃的菜。伯母，天冷了，要注意身体，以后切勿这般操劳了。楠楠就是知道心疼我，你马上就是我的儿媳妇了，给你做菜，我怎么会累呢？啊，对了，你和望舟的赐婚圣旨，快拿来我看看。盼了那么久，终于要叫我娘亲了。赐婚圣旨，我给望舟哥哥了。那臭小子又没陪着你一起回来，陛下赐婚圣旨都下来了，还不知道怜惜，就知道找那个野女人。等他回府，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。伯父伯母，我不与望舟哥哥成亲了。知雪，你说什么？明日我便出城，戍守边关，此生不再回京。往后我不在二老跟前伺候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戍守边关，那怎么成呢？战场上刀枪无眼，你要是有个万一，那不是要了我和你伯父的命吗？是啊，知雪，你爹娘战死沙场，你是宋家唯一的血脉，若真有个3长2短，将来我取九泉之下，
该如何跟你爹娘交代呀？你从小就在我们跟前长大，江府就是你的家，我不准你出城，哪儿都不能去。知雪，是不是受委屈了？是不是望州为了姓顾的女子欺负你，所以你才不打算跟她成婚？这是我的主意。你这孩子，你喜不喜欢望州，我们会不知道吗？听伯母一句劝，知子莫若母，望州心里是有你的，不然也不会豁出性命救了你2回。他知道你喜欢收藏，每年你生辰，他都会提前许久搜罗各种宝物送给你。伯母，别急着否认，我知道你也是喜欢望州的。你为他学厨艺，日日为他按穴位，缓解手疼。你们若成婚，定会幸福美满。这会儿可不要犯傻哦。知雪，你也知道姓顾的本就不是个好女子，你若赌气离开，她可就得逞了，那望州的前程可就毁了呀。前世他们也是这么劝我的，我信了。我丧父，他们丧子，所有人都后悔终身。望州救了你3次，为什么你永远只会给他带来灾祸？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？我真后悔望州娶了你。可是我继续留下，会害死望州哥哥的。可是我若继续留下，会害死望州哥哥的。傻姑娘，说什么胡话呢？你深爱望州，怎么会害他呢？你若是真走了，我这心里怕是要难受死了。伯母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望州哥哥的意中人不是我，我不应该强迫他娶我的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跟望州哥哥成亲了，但是他不肯见我，每日办公差往死里熬，把自己熬出了一身病。我给他煮的饭他不肯吃，他生病了也不肯让我照顾。相公，你不能再熬了，你都吐血了，太受罪了。娶你才是我这辈子受的最大的罪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他说娶我是他这辈子受过最大的罪，后来他甚至为了救我死在了30岁。这只是一个梦，不能当真的。是啊，楠楠，望州要是真敢这么对你，我打断他的腿。伯母伯父，梦是预言，不能不信的。而且我想我可以不与望州哥哥成亲，我们也可以不是夫妻，只要他能长命百岁。而且他身在朝堂，有太多身不由己，至少在成亲的事情上，我能让他自己选择。我已经拿到了出城文书，求伯父伯母成全。你们二老的养育之恩，知雪永生难忘。若有来生，定当涌泉相报。唉，罢了，是望州没福气，快起来吧。既然是楠楠决定好的事，我便依你。只是你要记得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这江府永远是你的家。谢谢伯母。只要我与江望州斩断缘分，前世的悲剧便不会再上演。他会长命百岁，伯父和伯母
也不会恨我入骨。这一世，大家都会圆满的。我后悔当初与宋之雪成婚，我后悔当初没有反抗爹娘的安排，我后悔当初没能救下婉和。江望舟手札上的第二个遗憾也完成了。上一世顾婉和是在我和江望舟成婚之后1个月才服毒自尽的，这一世我和江望舟还没有成婚，那他这最后一个遗憾，我自动退出。相公，是流星，快许愿呀！哦，我希望与娘子长相厮守，年年岁岁，永不分离。笨蛋，许愿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娘子，就算没有流星，你我照样也会长相厮守，白头偕老的。太美了。顾婉和生病，江望舟怕是已经忘了与我看流星的事了吧？宋之雪，你明知道我最讨厌仗势欺人之人，我只是没有陪你回府，你便在我爹娘面前挑拨，让他们大肆羞辱婉和，逼着婉和服毒自尽。你该死！夫君的武艺又精进了几分。江公子，江公子，江公子，我家小姐她服蛊毒自尽了，大夫没找到相配的血，已经宣布不治了。什么？婉和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这么傻？王周，不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实在没有气活着。你以后好好的。婉和，都是他在江老爷、江夫人面前告状，才害死了我家小姐。宋之雪，是你害死的婉和，该死！上一世，顾婉和明明是在我和江望舟成婚1个月后才自杀的，怎么会提前呢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有什么不可能？婉和现在性命垂危，大夫说了，只有跟他血相配的人，才能解了他的蛊毒。现在，该到你赎罪的时候了。我本来还在想，这么轻松的完成江望舟最后一个遗憾，会不会有问题？现在看来，献血救人，肯定能完成他最后一个遗憾了。你是要用我的血来解顾婉和的蛊毒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就算你是将门之女，是功臣之后又如何？大庸律法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你害得婉和受辱服毒，你本该赎罪。跟我走！用不着这样，我跟你走便是。为何宋之雪会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难道是大婚在即，他故意在我面前假装贤良淑德？大夫，取他的血，救婉和的命。看着姑娘的样貌，便知是纯阳命格，但是否与顾小姐的血匹配，还需要验上一验。不知这位姑娘能否承受？是你害得婉和成这般，你理应承受。
验血而已，有必要用匕首吗？为何不用？宋之雪，你疯了！融合了，姑娘的血确实能匹配上顾小姐，但是要救人性命，还得要用心头血。不知道这位姑娘身子骨撑不撑得住啊？不可！取了心头血的人，相当于丢了半条命，他受不住。大夫，不可用其他位置的血吗？他还会担心我。其他位置的血效果不佳，如果江公子不肯，那就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取心头血的姑娘不会死，但是中了蛊毒的女子必死无疑。我愿意救顾小姐。动手吧。姑娘，取心头血会大伤元气。没关系的，养养就好，救人要紧。好。这次就算我欠你个人情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江望舟总是会说到做到的。我娘说了，你爹娘就是被你克死的，丧门星，没有人会来护着你。丧门星，丧门星，丧门星，丧门星！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从今天起，宋之雪就是我的人，你们谁要是再敢欺负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走走，别怕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后来，他即便是断气前，也始终护着我，让我没办法不爱的。只是从一开始重生，我就知道，为了他，也为了我，我必须不惜一切，斩断与他的缘分。宋之雪，你怎么了？宋之雪，宋之雪，如果这辈子没有遇到你，该多好。望舟哥哥，这一世我就不缠着你了。之雪，什么？昨晚上是100年一遇的流星，你都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呀，好美呀！听说有情人一起看，还能终生厮守，白头偕老呢。那么美的流星，我还是错过了。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佛跳墙，我求着一位老御厨做的。他居然还记得我小时候的喜好。心口还疼吗？要不要我入宫奏请陛下，请一位太医给你瞧一瞧？不用，都要走了，还是不节外生枝了。婉和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，昨晚多亏了你。对了，昨晚你晕倒前是不是和我说了什么？望舟哥哥，这一世我就不缠着你了。你当时气息微弱，我没有听到。忘了，可能是胡话吧。怎么总感觉这2日的他怪怪的？我昨日的话说得重了，知雪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但是婉和是无辜的，我们之间的事情不该把她牵扯进来。你以后不要告状了。前世，每每江望舟
为了顾婉和误会，我都会委屈解释。但现在，我不会了，不会有下次了。昨夜没能陪你看到流星，成婚后我陪你回门吧。我记得你爹娘是葬在边关吧，那边不安全。等回门时，我护你回去看看。不用了，你不用为了昨晚的事情弥补我，我是自愿救顾小姐的。以前宋之雪明明那么依赖我，可现在为什么我会有种她随时要离开我的感觉？应该是我多想了。她爹娘早就战死沙场，她离开我又能去哪里呢？你不需要这般懂事来讨我欢心。总之，我已经安排好了5日后出城的马车，等你休养好，我们便出发。望州哥哥，小时候你为了救我，被剑刺穿手臂，伤到了筋脉，每逢阴雨天就会疼，现在连端一碗吃食都这般费力，你就没有后悔过吗？那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换作是旁人，我也会去救他。那后来你在火枪下救我，胸口中枪垂死，换作旁人，你也会救吗？原来在他眼里，我与旁人无异啊，那我就能放下了。望州哥哥，谢谢你救了我一次又一次。我从小没有父母，太渴望有个家了，所以才会强迫你娶我。我的任性一定让你很苦恼，备受煎熬吧。江望州，从今日开始，你不需要再抛弃心上人，被迫跟我成婚，也不会跟我彼此折磨10年，更不会因我死在30岁。这一世我离开你好好的。为什么宋之雪说出了我的苦恼，我的心却这么痛？这难道就是爹娘说的我也爱她吗？你别多想。江公子，我家小姐醒了，她急着寻你，怎么都不肯吃东西，还请您过去看看呢。婉和醒了，太好了！等我回来。望州哥哥，对不起，还有，祝你此后一生顺遂，长命百岁。好端端的，怎么说这种话？我只是去看看婉和，很快就回来。你乖乖吃东西，等我回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江望州，12个时辰快要到了，我等不了。这一世，换我护你一生周全。姑娘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江公子吩咐我来给你送药呢。不必了。哦。江望州，我出城了，你有我余生，各自欢喜。知雪，知雪，宋知雪人呢？她身体还没好，去哪儿了？江公子，宋姑娘不会是记恨你，让她献心头血一事，进宫告御状了吧？
闭嘴！你一个贱婢，也敢说江家主母坏话？滚！知雪刚被取了心头血，体虚没力，应该走不远。江府上下听令，跟我一起出门，寻找宋知雪。是。不好了，公子！出城的路上发生山贼劫盗，刚刚被取了心头血的宋姑娘失血过多，死了。什么？宋知雪出城了？望州哥哥，对不起，祝你此后一生顺遂，长命百岁。所以说，他早就打算出城，才会对我说那番话。不对啊，山贼只伤人不杀人啊，他怎么会死呢？是，被劫盗的老百姓虽然受伤，但都还活着，只是宋姑娘刚刚失了心头血，身子较弱，没扛过去。什么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不相信他会死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备马！我现在要马上出城。是。瓮珠哥哥，你先别急，宋小姐是个聪明人，如今城外兵荒马乱，山贼横行的，她定不会出城。或许只是因为生我的气，所以故意躲起来的吧。对，说不定这名单上的名字就是重名重姓罢了。而且皇上赐婚圣旨已经下来了，我还许5日后带他去祭他的爹娘，他怎么会现在出城呢？我知你担心宋小姐的安危，可眼下的情况，想要进出城需要通关文书，她没有通关文书，是不能随随便便出城的。哦，宋小姐有通关文书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小姐，江公子走了，我们回府吗？去官府，我要去办出城文书。就是那天顾小姐梦魇，您忙着去照顾顾小姐后，宋小姐就去了官府办了通关文书。这么说，宋知雪真的死了？瓮珠哥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我能不急吗？江公子，你太过分了！就算是宋小姐遇难了，那也是她自己贸然出城的原因，凭什么把气都撒在我们家小姐身上？小梅，你不准这么和望州哥哥说话，他说的没错。现在陛下已经赐婚他和宋小姐，我便是个无关的人。万和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我对你是有亏欠的。仅仅只是亏欠吗？就没有别的吗？以往只要我掉几滴眼泪，江望州就会全顺着我。是。什么？望州哥哥，你说什么？万和，无论先前你我情谊有多深，但我已经接了陛下的赐婚圣旨，此生我只会忠于知雪，绝不会另娶他人。宋知雪这个贱人，居然用苦肉计来离间我和江望州。江公子，好你个负心汉，你忘了当初对我家小姐的承诺了吗？小梅，不要再说了，没关系的，我理解你。你是陛下最器重的臣子，是大雍的武将，自然不可违抗皇命。即便你不能许我一生，我也会永远忠于你，永不嫁人。你何必为我耽误你一生幸福呢？不，宋小姐现在已经不在了，即便你看在陛下的面子上，要为她守节也是3年不娶。3年后，我们就可以……不可以！为什么不可以？难道你爱上宋知雪了？我爱知雪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知雪出事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把她带回来。江公子，宋姑娘临走前让我给您带句话。她说什么了？她是不是没有出城，只是找地方躲起来，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？不，宋姑娘真的出城了啊！她说请您珍重，余生您和她各自欢喜，望您勿念。
对不起。还有，祝你此后余生顺遂，长命百岁。他跟我说那句话，是在对我的告别。他出城不是为了跟我置气，而是抱着必死的决心。不可能！2次不顾危险才把他救回来的，他怎么可以就这么死了呢？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带他回来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，在他被欺负、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都可以保护他。爹，畜生！志雪这么爱你，你居然为了这么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女子，呼呼逼死了她！望州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江老爷、夫人，千错万错都是婉和的错，跟望州哥哥无关。你们要打要骂，都冲我来，千万别伤了望州哥哥。这江公子为了个来历不明的孤女，竟把自己的未婚妻气得出城送了命，真是造孽！可不是嘛！那宋姑娘听说还是将门之后，爹娘更是为咱们大雍战死沙场的英雄，和江公子的婚姻更是陛下亲赐，这是何等殊荣！这个江公子居然不知道珍惜。我看呢，这顾小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仗着自己身子弱就勾引江公子，连做个噩梦都得把江公子叫来。现在好了，闹出人命了吧？是啊，你这个逆子！宋家满门忠良，志雪更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好孩子，你就是这么待他的？今天我就清理门户，打死你这个孽障！你告慰宋将军夫妇在天之灵。嘿，老爷，孩子现在心里也不好受。志雪的事儿，我们等找到人再说吧。爹娘，我这就去城外找他，我要见人。死！我要把他带回来。儿啊，回来！儿啊，回来！城外危险！别管他，找不回知雪，就算是没死在城外，回来我也打死他。哼！走吧。走走走。宋知雪那个贱人，竟然敢破坏我的计划！还有江望州那个混蛋，我对他如此倾心，他竟然为了宋知雪当众落我的面子。小姐，那我们干脆将那2个人斩草除根。不用，既然江望州想做声名远扬的好臣子，那我就成全他。让他做大雍千古的罪人。哼！知雪，知雪，你在哪儿？知雪，不是知雪，王八蛋！谁让你碰我妻子遗体的？对不起，他穿的衣服跟我妻子的很像，所以误会了。我看你锦衣华服的，怎么也不像我们这些穷人的样子。你的妻子怎么会在城外呢？是我的错，为了救白月光，取了我妻子的心头血，所以他才会负气出走。负气出走？要不是你偏袒那贱人，你妻子怎么会伤心欲绝，跑到这城外呢？对，我认识他。他就是当朝武将江望州。身为当朝武将，居然宠妾灭妻，简直太可笑了！对，没错，大雍就是因为你们这群无情无义、无良无德的官员，才会致使城外匪贼横行，民不聊生。给我滚！
滚出我们难民营！滚出我们难民营！快滚！公子，还是先走吧。没找到知许之前，我哪儿也不会去。这里的遗体我们都已经核实完了，都是我们村里的人。至于你的妻子，若是个美人，我想可能已经被山贼抓去寨里了。意思是知许还活着？我就知道陛下的赐婚圣旨已经下来了，他怎么可能舍得一死了之？好，我现在就去寨子里找他。哎，公子，山贼土匪人多势众，你一个人去会吃亏的。哎，他还真去了。寻常女子进了那土匪寨子，必遭凌辱致死啊！是啊，他就算一个人去了，怕是连一具全尸都得不到啊！想不到我还没来得及祭拜爹娘，就被山贼抓了。这样一来，江望舟也就以为我死在山贼手中了。以他的性子，定会拿着陛下的赐婚圣旨，接着迎娶顾婉和了。听说那山贼首领高景荣是青面獠牙的怪物，最爱吃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，怎么办？我们把脸涂脏，扮丑就好。姑娘，你长这么漂亮，可要多抹点。我不用了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不怕死吗？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父母早亡，我孤身一人，哪怕今日我真的死在这儿，也不会有人关心我的。姑娘不可胡言，这世人虽说咱们女子少时依附爹娘，大时依附相公，但这不代表咱们不能为自己而活。为自己而活？是啊，我们姊妹几个虽然出身贫寒，但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生活。我家是种地的，但我靠着自己的研究，混合土壤，让家里番薯的产量成长翻了1倍。我们两姐妹，一个养蚕，一个纺织，做出来的布匹久用不断。我从小跟着祖父在山间长大，遍尝百草，虽说不会治人，但这10里8村牲畜的毛病就没有我治不好的。所以说，像咱们这么厉害的姑娘，一定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。你说的对，我父母为保大用，拼尽性命战死沙场，为的就是能让我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家长大。如果我就这样放弃自己的生命，岂不是太对不起他们了？你能这么想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可如今我们被这山贼关在这地牢之中，该如何逃脱呢？这牢里的栏杆竟然是纯铁所铸。按理来说，这帮山贼都是以打家劫舍为生，难道说这寨子里还有高人不成？哎，嘿嘿，是个美人儿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嘿嘿嘿，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老大想见你，快走！哎，拿着，让我亲自动手是吧？哎呀妈！哎，这娘们会武功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，给我！怕了吧，小娘子，乖乖从了哥哥，哥哥一开心。还能少让你受点罪，找死！反了你，二哥！啊，二哥，老大可说了，这些女人不能碰，这些女人不能碰。真不知道老大到底想干什么？咱们是山贼呀，是山贼呀！好不容易下次山，不抢粮不抢钱，好不容易绑来几个娘们儿，还不让碰，
真让人憋屈。哈哈！与我抢光杀光！这些山贼的招式让人情，怎和倭寇如此相似？快走，快走！快屏息，是迷药！难道这是2波山贼？那抱着我的面具男又是谁？二哥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被老大听见了，又该收拾你了。去！姑娘们，别怕啊。只要你们乖乖听我们老大的话，我保证你们一定不会有事。请。虽然不知道这群山贼接下来要干什么，但是眼下他们手里都有武器，若我一人尚能逃脱。总之，接下来我们还是见机行事的好。好。请。大哥，老大，你要的人带到了。好。见到我老大还不快跪下！老子叫你跪下，没听到吗？我大庸女子，上拜天地祖宗，下拜父母高堂，绝对不会跪拜你们这等贼人。小妮子，不跪是吧？哼，那老子就打断你的腿！我的手断了！好深厚的内力，这屏风后面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历？老大，我跟了你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为了这几个臭娘们儿，居然打断我的手！原来当日救我的面具男竟是山贼头子，他既救人，为何又将我与其他女子囚禁于此呢？我告诉过你，他们是寨子里面的客人，你难道忘了寨子的待客之道吗？没忘。这是老大特制的黑玉断续膏，拿回去敷手上吧。谢谢老大。记住，若再有下次，赐你的就是伏骨散了。是。病秧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你的位置是我的。是。看来你这个山贼老大当的也不怎么样嘛，连身边有这么个小人都不知道。多谢宋姑娘关心，我会处理。他怎么知道我的姓氏的？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敢绑我，就不怕你的未婚夫江望洲过来找我？你想说这个是吗？你的未婚夫是江望洲，就是那个大庸最年轻的武将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有救了！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这位宋姑娘虽有皇上的圣旨赐婚，但她的未婚夫江望洲却早已有了爱慕之人。说不定
江望州正盼着你死在我的山寨里，他好另娶他人啊！你知道的挺多呀。不过有一点你猜错了，陛下的赐婚圣旨上写的是江望州和他的白月光顾婉和的名字，而且是我求陛下写下他二人的名字，赐婚于他们。宋小姐，你真是我们大庸女子，不是全世界女子的榜样。没错，与其跟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结婚，倒不如成全了他。就是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有的是。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伟大，只是觉得人一生不过几十载，实在是太过匆匆。若是不能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，岂不是太浪费了？说得好，既然时光匆匆，那我就不多说废话了。长话短说，这次我救你们，是因为我的寨子遇到麻烦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你们这土匪山寨里还种田养蚕啊？我们也是人，是人就要穿衣吃饭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像你们这些做土匪的，难道不是靠着烧杀抢掠吃饭？何必需要自己辛苦动手？烧杀抢掠，你说的是那些所谓的王公贵族、钦差大臣才会做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宋小姐当真不谙世事啊？你可知吏部和户部每年要让百姓交多少税钱？我当然知道，皇上每年都会根据收成让百姓们缴纳税款，有了这些税款，才能供养将士，才能守护国土，保百姓平安。那如果真如你所说，那么这些百姓又为什么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远离家乡，跑到山上落草为寇呢？所以说，这些所谓的山寨土匪，其实都是寻常老百姓。宋小姐有所不知，我们这些个人，要么是被官府压迫，交不起高昂赋税的农民，要么就是像我这种，得罪了那些所谓的权贵，导致家破人亡。宋姑娘，你若不信，就看看我这双腿，就是因为交不起高昂的税赋，被那吏部尚书的人活生生打断的，就连我的女儿差点被他们抢去卖到秦楼。多亏了高兄弟救了我和女儿，还让我们留在寨子里，不然我们父女俩怕是早就阴阳两隔了。宋小姐，如您所见，这些人的苦难都是由所谓的皇权导致的，说白了就是皇帝无能。你是否还愿意忠于大庸？是否还愿意相信皇上是个人君呢？我愿意。至于你问我他还是个人君吗？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回答你，他是。说的你好像很了解他似的。以一个皇上来说，他平定西南，平定西夏，的确是威名远播。对百姓，他也做到了亲民、爱民，废除了苛捐杂税。当然，我承认，皇权之下总会隐藏一些蛀虫，这是历代皇上都无法避免。现在的大庸虽说做不到夜不闭户，但至少能让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吃饱穿暖，不像前几年一场旱灾下来颗粒无收，官府不仅不开仓放粮，还要催缴往年的欠税，那时才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是啊，我家乡去年发大水，也是官府及时派人赈灾，还减免了3年赋税。要不是朝廷帮忙，我们村子早没了。我的好弟弟，没想到你真的在用心经营大庸，维护百姓。言归正传，你把我们几个费尽心思的从另一波土匪手中救下，是因为你知道他们4个都各有本事，能够解决你寨子中粮食紧缺、布匹供应不足和牲畜大量死亡的问题吧？宋小姐是个聪明人，
我很喜欢和你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。至于你为什么带我来，是因为你知道我会手搓炸药和西洋武器的关系吧？你想举兵起义？不愧是宋将军之女，仅仅过了1个时辰，便能看穿我大部分的心思。大部分？你还想做什么？有一点。就是我对你这个人感兴趣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怎么总觉得这张脸在哪见过？你是将军之女，怎会认识我这个落草为寇的罪人？孙骁在，先将这4位姑娘安排下去，让他们教大家种植养蚕，再将那些牲畜带过去治疗。是，老大。4位姑娘请。我怎么总觉得这个面具男跟陛下长得这么像呢？好你个高锦荣！我说你怎么为了个女的打断我的手，原来是看上她了。那我就偏偏不让你得逞。我要早你一步，把这个女人变成我自己的女人。虎哥啊，这女人是将门之后，身手了得，我怕你到时候没占着便宜，反而吃了亏啊！我用你告诉我，这霸王印上弓不行。难道本大爷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还是虎哥您高啊？那是自然。等你虎爷我玩腻了之后，就让你上啊！虎哥，真的呀？还是虎哥您仗义。虎哥，其实兄弟们私下都在说，这寨子老大的位置就应该让虎哥您来做。大家下山就直接烧杀抢掠，潇洒快活，哪里还用过这种苦哈哈的日子？不过这烧杀抢掠来钱还是太慢了。我现在有个发财的好路子，一旦这个事情成了，我保证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，加官进爵。真的呀，虎哥？什么路子？不急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想不到这山寨门口居然还有山贼交替巡逻站岗，就像皇宫一样。对，难不成这山寨的寨主是从宫里出来的？驾！吁！你去把马喂饱，今夜我们直奔山贼寨子。是，公子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爹，这里山匪横行，远离官道，您实在不该来冒险呀。我追过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山贼的事情。爹是担心我对付不了那些山贼。放心爹，今早我已经飞鸽传书到兵部，调派100名骑兵，定将踏平那土匪老巢，救出知雪。不，此事万万不可。为何？因为山寨里的带头大哥是当今陛下的亲舅舅，也就是被先皇判定谋反入狱的摄政王。摄政王？
爹，就算他是摄政王，但如今他已经落草为寇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也是事实啊！难道陛下就打算这样轻易放过他吗？我在来的路上调查过，那些烧杀抢掠的山贼并非摄政王手下，而是另一伙人。他们的武功、身手还有兵器，很像是倭寇啊！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倭寇混入我大雍，冒充山贼烧杀抢掠，趁机挑起陛下和摄政王之间的矛盾，然后趁乱好入侵我大雍。恐怕就连城内还有朝中都混入了倭寇的奸细。我去，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！我记得那位摄政王当年跟着先皇出征，归来时才12岁，那时候就是战功赫赫了。是。之后先皇立当今陛下为帝，未雨绸缪之下，就将摄政王给软禁起来了。再后来一场大火，烧毁了整个王府，摄政王也从此下落不明。我记得知雪小时候跟摄政王有过接触，莫非他突然出城是为了替陛下调查摄政王落草为寇之事，并非是决意离我而去？这一定是这样的。等我找到知雪，调查清楚摄政王所有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回去成亲了。公子平日里挺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犯起糊涂了呢？傻子都知道宋小姐是铁了心不跟他了，他这么自信，岂不是让人徒增厌恶？哎，公子，等等我呀！我肯定见过那人，找机会一定要摘下他的面具，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。宋小姐，这是我老大特意让我给您送来的。谢谢，你就放这儿吧。这老大说让我看着您喝下去，您不喝，我这回去没法交差呀。去给你老大复命去吧。好嘞，宋小姐。虎哥，成了，盆干碗净的，太好了！我那药劲儿可是十足十的，别说是个刚烈的，就算他是只母老虎，也得乖乖臣服在本大爷的脚下。今晚就让他，嗷嗷叫。虎哥，今晚有福了呀！懂事儿。哎呀，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你怎么醒了？你那个手下脑子跟闷起了似的，下药那也不知道搅一搅，都浮在表面上跟胡椒面儿似的，那谁不知道啊？可是那碗汤，我手下明明看你一滴不剩的全喝下了呀。来，去给你老大复命去吧。好嘞，宋小姐。跟我玩鬼手，我的鬼手可是摄政王教的。
宋小姐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是我老大逼我做的。赶紧说，你老大叫什么？宋小姐，事关机密，要不你靠近点，我再告诉你。啊！贱人，去死吧！为什么呀？喂，你见过雪飘人家吗？你会这招？哎呀！哎呀！说，你们老大到底是什么来历？雪飘人间。不是吧？才流这么点血就晕过去，真是个废物。难道那个药闻一下就……又是你！我见过你，你究竟是谁？小轩，若是你看见我现在这张脸，是否还能认出我呢？我这是在……谁？你先等一下，我去叫丫鬟来。王爷，王爷别走！他认出我了，不可能！我如今的模样，哪里还有当年摄政王的样子？不过我还是很高兴，小轩你还能记得我。宋小姐，你醒了。你的衣服是我给你换的。昨夜你突然高烧昏厥，是寨主发现了你，让人打了水给你沐浴，又亲自从后山采来了千年寒冰，放在洗澡水里。你究竟是谁？他现在人呢？昨夜寨主可是守了你一宿呢。看来宋小姐对我面具下的脸很感兴趣。没错，既然你自己不肯摘下，那我只能凭本事了。
得罪。雪飘人间。想要看我的真面目，看来宋小姐还要多费一些功夫呢。你说？不要！你的脸……对不起，吓到你了，我马上走。王爷，你是王爷对不对？他果然记得我。什么王爷？我不过是一个山贼头子，怎担得起宋小姐的一声王爷？不，你是王爷，是大庸的英雄，是大庸最年轻的摄政王。哼，王爷，英雄，摄政王，大庸，我为大庸鞠躬尽瘁。大庸最后又给了我什么？是烈火焚身，是毒药入体后的满头白发，是反派贼子的污名。不是的，不管旁人怎么想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英雄王爷。这把剑是你送给我的，还有那招雪飘人间，王爷你还记得吗？就没有适合女孩子用的剑吗？这把剑适合你，软剑，挥舞起来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。教你一招血飘人间。哎呀！哇，王爷好帅呀，好帅呀！小雪一定好好学，以后像王爷一样，成为守护大庸的大英雄，大英雄，大英雄！雪飘人间，你还记得对吗？你还记得对不对？是知雪的声音。小雪，我现在变成这副怪物模样，你居然还能认出我？小雪永远都不会忘记王爷的。那年王府大火，所有人都说你死了，但是我不信。这些年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。宋知雪，原来这就是你出城的原因。宋知雪，宋知雪，你竟然为了这个毁了容的叛贼，连我们的婚约都不顾了吗？你可知他当年是如何叛变、不忠不孝的？跟他在一起，那可是与整个大庸为敌。江望州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王爷当年的事一定是遭人陷害。你若再敢污蔑他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江望州，这里是我的地方，还轮不到你来撒野。至于小雪选择留在谁身边，那是她的自由。王爷说的没错，我去哪与你无关。好一个无关！宋知雪，难道你为了他，连整个家族荣辱都不顾了吗？江公子，自我爹娘去世之后，我的确是受江府照顾，但我还是姓宋的，家族荣辱谈不上嘛。宋知雪，你这是跟谁学的招数？
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你做的这些事情，出城，然后又伪造死亡名单，包括来这个寨子，你这些不就是想逼我承认跟你婚姻的手段吗？所以说，皇上的赐婚圣旨你始终都没有打开过。赐婚圣旨？你是说这个？看了又怎么样？所有人都知道，你让皇上在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。江望州，你就这么自信，认定小雪非你不嫁吗？当然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让知雪现在说，这上面写的是不是我的名字？这赐婚圣旨上的的确确有你江望州的名字。王爷可听见了？这可是宋知雪自己亲口说的。小雪，我很疑惑，我大庸不说人才济济，可在朝中挑几个正常人还是没问题的。可你偏偏挑上这么一个人，还被缠上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就该早点带你走。高锦荣，你还以为你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摄政王吗？你现在不过是一个落草为寇，甚至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乱臣贼子罢了。你凭什么认为宋知雪还会跟你走？小雪，你看看，我这还没说几句，他就急了。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好，赐婚圣旨在此，我就让你看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特赐婚江望州与顾婉和。怎么是我和顾婉和？为什么是顾婉和嫁给我？因为我要满足你的3个遗憾，才能换你重生啊！回答我，为什么要让陛下赐婚我跟顾婉和？为什么？陛下当年给小雪的赐婚圣旨上，本就没有写任何人的名字，也就是说，小雪可以为任何人求一道赐婚圣旨。望州哥哥，我深受江府恩惠多年，更是深知你与顾小姐心意相通，所以便求得陛下圣旨赠予你们，愿你们今生今世恩爱携手，白头到老。不会的，你之前明明那般倾慕于我，为何现在如此？没错，曾经我是对你倾慕不已，又因你2次舍命救我，让我误以为你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可是我问过你，你说那2次的情况下，无论换作是谁，你都会舍命相救，不是吗？我是说过这样的话，可我……望州哥哥，你是个好人，所以我希望你余生幸福，希望你可以跟心爱之人好好生活下去，白头到老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江望州，此乃圣旨，见圣旨如见陛下。你如此这般，难道打算抗旨不成？好了，万州哥哥，既然所有事情都说清楚了，你也该回去遵照圣旨迎娶你的白月光顾小姐了。我根本就不想娶她。知雪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不能留在这儿。来，跟我回去。知雪，就算你不想嫁给我也没有关系，跟我回家好吗？你知道我爹娘有多担心你吗？重生后，你需在12个时辰内完成他的3个遗憾，完成后立即离开，不复相见，这样他不会再因你死在30岁。你们的余生各有归宿，你还愿意吗？不。我要留在王爷身边。
小雪，从始至终，我倾慕的人一直都是王爷，而王州哥哥你，只不过是在王爷失踪后的一个替代品罢了。我是个替代品？没错，就如同你刚刚所说的那样，从出城，从假死，一直到被山贼绑进山寨，一切都是我算计好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彻底跟你划清界限，重新回到王爷身边。宋之轩，你疯了吗？这个家伙就是个想谋朝篡位的混蛋！望州哥哥，你若再敢多说王爷一句坏话，就别怪我不顾多年情谊了。你要杀我？你为了这个男人要杀我？对不起，焦望州，我佛前发誓，此生要与你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不会再因我死在30岁，我也不会再因你对顾婉和的倾心而痛苦半生。我们余生就该各自安好的，再不走，我就要使出雪飘人间了。你知道的，这一招我从未失过手。好啊，你动手吧，我不相信你会杀我。江王州，你何必呢？你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就爱吃苦瓜。老大，老大，出事了！外面来了好多官兵，已经将咱们寨子团团围住了。什么？还要要挟你，要你投降。你根本不是来找小雪的，是我们好皇帝外甥派来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也是到寨子门口，才从我爹口中知道你是这寨子里的老大。他还说，这附近有另一波土匪，疑似是倭寇贼人伪装的，他们烧杀抢掠，就是为了栽赃陷害于你。王爷，我觉得望州哥哥不像是说谎的样子，这件事情恐怕不简单。对了，那另一波土匪，可是先前你救我的时候与之交手的那些人。这些个倭寇贼人卑鄙阴险，他们知道跟我们山寨硬碰硬不是对手，便开始对周遭的百姓们下手。然后王爷每次带我们去救人的时候，有部分倭寇贼人就会趁机在我们的农田和圈养牲畜的地方下毒，害得我们寨子损失惨重，食不果腹，才会邀请你和那4位姑娘来的。王爷，你既然早就知道那些土匪是倭寇假扮的，为何你不禀报陛下，让他派兵清剿呢？哼！当年虽说不是我的皇帝外甥下旨将我软禁，可当初放火烧我摄政王府，害我重伤，害我毁容的，正是他亲封的吏部和户部的官员。哼！我若告诉他，怕他第一件事就是大义灭亲呢。吏部、户部，哎呀，吏部侍郎、户部主簿，顾婉和怎么会跟他们走在一起？宋小姐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顾小姐可是京城有名的交际花，尤其是这2位大人，更是经常带着贵重礼物，深夜敲开顾小姐的闺门呢。望州哥哥，你来寻我之事，除了伯父伯母之外，可还有其他人知道？爹娘，我这就去城外找他，我要见人，我也要把他带回来。胎儿啊，回来！当时我在婉和家门口说的，除了我爹娘知道之外，只有婉和知道。你是在怀疑是婉和告的密？但是她一个父母早逝的弱女子，怎么会和这些朝廷命官
甚至是皇家扯上关系呢？或许你不信，但是我曾经亲眼见过他与吏部、户部的人交往密切。我和他……你若不信就算了。王爷，我相信陛下不是无情无义之人。这件事情，包括当年的王府大火，一定是有小人从中作梗。我现在顾不得这些了，寨子里都是我的兄弟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弃他们于不顾。王爷，摄政王，好久不见呐！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，只是你这张脸……想当年世人皆知摄政王风流倜傥，如今多看一眼，怕是都要做噩梦了。说吧，你们要怎样才能放过我的人？摄政王，你何等聪明，怎么现在犯糊涂了？难不成脸被烧坏了，连脑袋也坏掉了吗？很简单呢，只要摄政王跪下投降，我们就放了山寨的人。好，我跪。王爷，王爷，放箭！小心！王爷，王爷！王爷，王爷，你为什么？小雪，别哭，我本就是死过一次的人啊，死之前能再见你一面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们这些狗官，王爷从来没有谋反之心，是你们诬陷他，我和你们拼了！江王周，你快带小雪走，他们这帮人是要灭口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！江王周，小雪其实不爱我，对他而言，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兄长。他爱的是你，快带他走。一呼波就让风雪线穿梭每丝虚空心扉，千杯敬我却不灭。你们是怎么知道摄政王在那山寨里的？又是谁命令你们来取摄政王的命的？是我。哼，婉和，真的是你告的密？可是你怎么会知道摄政王在这里？哼，江望周，你还真是蠢得可怜啊！他是我国贼寇的奸细。宋之雪，你果然很聪明，只不过选男人的眼光实在太差。就这么个蠢货，我只不过随便掉掉眼泪，使几出苦肉计，他便乖乖地把你的心头血取给了我。苦肉计？所以说你并没有中什么蛊毒，一切都是在演戏，就是为了让之雪出城。对呀，
只要宋之雪出城，我就敢肯定摄政王一定会现身。蠢货！万和将军，这件事情我是有功劳的，是吧？要不是我带你们进来，避开了陷阱，你们也不会这么快就把这个山寨给包围了。赵二虎，你个王八蛋！早知道那天晚上我就应该将你一箭穿喉。那是我命大。万和将军答应我，等倭国攻占大雍之后，就给我加官进爵。哈哈，万和将军是吧？我现在就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哎，那就是送你上西天。你们都看到了，别以为做倭国的走狗就能得到什么好处。赵二虎现在这样，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没用的，宋之雪，他们是不可能倒戈的，因为他们家人的命都在我手中。顾婉和，你好卑鄙！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你爹娘早就死了，自然不会受我的威胁。宋小姐，事情我们都已经听说了，今天就算是我们豁出性命，也不会让这些倭国贼人踏进寨子一步。对，打倒倭国贼人！就凭你们这些平头百姓，哼，我杀你们就如同捏死蚂蚁一般。你说的对，野兽有野兽之力，蝼蚁也有蝼蚁之慧。现在就定输赢，是不是太早了点？真是西洋人的火炮，你怎么会有？那些西洋人的玩意儿不好使，这个是我研发出来的神武大炮，先前只是缺乏更好的铸铁技术，所以才没有成功。这地牢里的铁栅栏是你们铸的？哦，是我带人铸的，我家是带打铁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能马上带人铸造这2个火炮，我相信很快就能用得上。好。居然有这样的事情，那还得感谢你啊，不然我还没有这个机会。宋小姐，神武大炮的弹药已经装填好了，要不要现在就拿这些倭寇小人们试一试？没错，炸他们个骨肉分离。等一下，怎么？是还有什么临终遗言吗？错了，我是在给你机会，怕你后悔终生。把人带上来。爹娘，火和你这个贱人，快放了我爹娘！可以，只要你让你的未婚妻把手中的火把丢掉，再带人立马离开，我便放了他们。你别看我啊，现在你爹娘的性命可是掌握在宋之雪手中。之雪，看在我父母抚养你长大的份上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混账！亏你还是大雍的武将，怎么能为一己私欲放过这些倭寇？王周，不要管我们！想想当初，这些个倭国贼人是如何侵犯我大雍，又是如何欺凌虐杀我大雍百姓的。想当初，我江府原本是荆南的大户，人丁兴旺，可就是那一夜，倭国贼人夜袭投诚不成，便把怒气撒在无辜的百姓身上，可怜我江家上下60余口，只剩3个人。儿啊，爹娘不怕死，
千万不可放过这些倭国贼人！爹娘，我没用的东西！我身后站着的可是赌上9族的王爷的兄弟们，想让我放弃开炮，别说是抚养我长大的伯父伯母，就算是我爹娘没死，拿他们的命来威胁我也绝对不会放弃。伯父伯母，你们放心，日后我定会用这些倭寇贼人的人头来祭你们。开炮！开炮！开炮！爹娘，爹娘，志雪，志雪，志雪，你在哪儿？志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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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雪。爹，方舟，娘，方舟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没有事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知雪，知雪趁乱将我和你娘护在身下。知雪，那个人呢？他在哪儿？他就是宁愿死，也不愿原谅我吗？宋家舍生取义，护大雍江山，朕定会让倭国贼寇血债血偿，告慰你们的英灵。知雪这孩子从小就坚韧聪慧，若有来生，哀家希望你能托生皇家，让哀家好好疼疼你。阿弥陀佛。凌霄，二弟，你果然在这里。凌霄，当初你算出宋家有灭门之灾，为保知雪，你才甘心剃度出家。可如今知雪他人已经不在了，你也总该可以回宫了吧？二位施主，贫僧已遁入空门多年啊，前尘往事休要再提。罢了，罢了。知雪，
天微亮，抬头望灼灼目光如暖阳。大师，我想出家，你愿意为我剃度吗？施主，你为何要出家？我爱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你有多爱这个女子？我愿化身石桥，受500年风吹，500年日晒，500年雨打，但求此少女从桥上走过。你既然连500年都可以忍受，又何必纠结这一世的因果？这桥的名字好奇怪啊！